3代人守着祖传酿酒手艺，却被抢了招牌，97亿市场被外资捡漏，打30年官司花掉近亿，连赖毛2字都用不了。这家人简直把血亏写在族谱上。更绝的是，你现在喝的某些千元大牌酱酒，底子可能就是他家代工的基酒。酒厂赚着切菜钱，大牌酱酒却卖着米其林价。从1902年酿出第一滴酱香酒，到被抢商标，靠口碑杀回线上。这场被称为上世纪最真实的商战，给白酒行业带来了多大的影响？故事得从1902年说起。那时候茅台镇还没有酱酒圣地的光环，更没有动辄上千的天价酒。一个叫赖家荣的年轻人在赤水河边上捣鼓出了一套回沙工艺，就像给酱酒打开了一种新方式。别人酿酒是一次性蒸馏，他偏要反复蒸煮，多次发酵，折腾到第5次才出好酒。这就是后来让无数酒友着迷的坤沙酒祖宗。这套工艺有多神？简单说，就是5斤高粱出1斤酒，耗时整整1年。在那个没有食品安全标准的年代，赖家荣的酒因为口感醇厚不上头，很快在镇上打响了名号，大家都叫他赖毛。这名字取得实在就像现在的张记、包子、李婶辣酱，带着老祖宗的温度。到了1938年，赖家第2代传人赖桂山把这坛酒玩出了新高度。战乱年代，别人忙着逃难，他却带着赖毛闯香港，再转运到全球。想想看，那时候连飞机都稀罕，一瓶酒要漂洋过海卖遍世界，靠的可不是网红直播，全凭喝一口就忘不了的硬实力。后来这事儿还被写进了遵义府志，相当于地方版福布斯给盖了章。最巅峰的1947年，赖家酒坊年产3.25万公斤酱酒，啥概念？按当时每瓶500毫升算，相当于6.5万瓶。在那个多数人还喝散装米酒的年代，这产量妥妥的茅台镇酒王。更牛的是，建国后赖桂山被点名带着50瓶酒上京，成了招待外宾的国宴特供。这牌面比现在的飞天茅台还风光。1947年的3.25万公斤酒，如果按当时物价换算，能值多少头黄牛？答案是2000头。那时候一头黄牛能换500斤粮食，够普通家庭吃10年。所以说啊，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，做好一瓶酒，真能富过3代。1953年，国家开始整合私人酒坊，成立国营茅台酒厂，这事儿成了赖家命运的转折点。当时的政策是赎买，简单说就是国家花钱把私人作坊收归国有。王毛的老板拿了500块，华毛拿了1.5万，而赖毛因为规模最大，工艺最牛，拿了2.5万补偿款。别小看这2.5万，在1953年可不是小数目，换算下来2.5万至少能买1000斤粮食，够一个5口之家吃整整6年。但这笔钱买不走赖家的核心资产，那套写在脑子里记在账本上的酿酒工艺。有意思的是，国营酒厂接手后没多久就傻了眼，没了赖家的手艺，酿出来的酒一批一个味儿，有的辣嗓子，有的发苦，根本卖不动。这就好比买了家米其林餐厅，却没拿到主厨的菜谱。到了60年代，实在没办法，党里只能厚着脸皮请赖家人回来救场，组建了56人的公益抢救小组，才总算把酒质稳定下来。到时候大家才明白，机器能买，厂房能建，但祖传的手艺和匠人的心才是真正的护城河。就像现在很多老字号倒闭，不是因为没钱，而是丢了最值钱的独门配方。各位观众不妨想想，你家有没有被遗忘的祖传手艺？说不定就是个隐藏的聚宝盆呢。可惜好景不长，酒厂用着赖家的工艺赚得盆满钵满，却对赖毛这2个字越来越敏感。赖家人想重开酒坊，却被告知这名字不能用了。这就好比你家的祖传菜谱被大饭店拿去用了，你自己想开个小馆子，人家还不让你用自家姓氏当招牌，这理儿搁哪儿都说不通啊。时间来到1986年，赖家第3代传人赖世豪带着父亲赖桂山的嘱托，回到茅台镇重操旧业。凭着记忆中的工艺，他们酿出的第一锅酒就让老酒客们拍大腿，这才是当年的赖毛味儿。现在泰斗高月明尝了之后更是断言，老百姓有口福了，正宗赖家毛酒回来了。可就在赖家准备大展拳脚时，一记闷棍打了过来。1988年，有人一口气申请了赖毛华、毛王、毛3个商标，接下来的30年成了赖家最黑暗的时光。他们前前后后打了17场官司，光诉讼费就花了近亿。有次开庭，赖世豪带着祖传的酒曲配方上法庭，想证明赖毛的根在赖家。
可对方律师一句商标法不认老手艺，就让所有努力付诸东流。更让人心疼的是，当赖家忙着打官司时，市场上的李鬼们可没闲着。在某些力量的默许之下，小作坊随便灌点酒精就敢贴赖毛标签，一瓶成本3块卖300，硬生生把金字招牌砸成了劣质9代名词。最可气的是，外资趁机捡漏，通过商标抢注、核资建厂等手段，硬生生吞下了97亿的酱酒市场份额。这钱够建10个大型酒厂了。商标就像店铺招牌，谁先注册归谁用，哪怕你用了几十年。武汉老字号汪玉霞就遇到过类似事，有人抢注商标想讹钱，好在法院最后判老字号胜诉，但赖家没这么幸运。2014年，法院终审判决，赖家彻底失去了赖毛商标的使用权，连1亿的资格都没了。3年后，带着一身债务和遗憾的赖世豪含恨离世，临终前还攥着那本泛黄的酿酒秘方。虽然酿酒师商标没了，但酿酒的手艺还在。赖家没有选择放弃，而是走了条更隐忍的路，给茅台镇的大牌酒厂当隐形酿酒师。这10年里，你喝的某些1000元大牌酱酒，可能用的就是赖家酿的基酒，只是换了个瓶子和标签。这就是白酒行业的潜规则。很多大品牌自己不酿那么多酒，而是从有实力的小厂买基酒，勾掉后贴自己的牌子卖。赖家的酒因为工艺正宗，成了香饽饽，最多的时候给5家大厂供货。但这生意做得有多憋屈？按行业规矩，代工毛利只有10%至20%，也就是说，酿一瓶成本50块的酒，卖给大厂只能赚5至10块，而大厂贴完牌能卖300块以上。别人卖的天价菜，自己只能打点切菜钱。但赖家有自己的坚持，哪怕只做基酒，也要守住工艺底线。当时茅台镇很多小厂为了压低成本，用碎沙工艺甚至串酒冒充婚纱酒，成本能压到30块以下。但赖家始终坚持用传统回沙工艺，5斤高粱出1斤酒，光粮食成本就超过40块。有老板劝他们偷偷掺点碎沙，没人知道。赖家人却说，砸了祖宗的手艺，赚再多钱也睡不着觉。这10年代工生涯虽然没让赖家大富大贵，却积累了最重要的资本——口碑。喝过大厂酒的老客户总觉得不对劲，怎么这酒味变了？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是换了基酒供应商。有些懂行的酒友开始四处打听，当年那批赖家酒到底在哪儿酿？这些追问成了赖家后来逆袭的伏笔。这里考考各位酒友，你觉得一瓶零售价300块的酱酒成本应该是多少？答案后面揭晓。就靠口碑杀出一条血路，转机出现在近几年，随着电商兴起，传统白酒的销售渠道被打乱，给了像赖家这样的老字号新机会。2020年，赖家第4代传人决定结束代工，用赖氏父子的名字把自家酒直接卖给消费者。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风险极大，没有知名商标，没有线下渠道，怎么跟动辄砸上亿广告的大品牌竞争？赖家的破局之道就5个字：极致性价比。他们把零售价定在100元左右，比同品质的大牌便宜1半还多，相当于用代工价卖基酒，还给你贴好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赖氏父子敢把零售价定在100元？头部品牌同样品质的酒要卖300元，其中60%是品牌溢价和渠道费用。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。白酒行业有个公开的秘密，你花300块买的酒，可能120块都花在了渠道上。某港股上市酒企，光广告营销就烧掉14亿销售费用，占比高达23.1%。传统经销商体系更是层层加价，1级经销商赚15%，2级经销商赚12%，到消费者手里价格早已翻倍。赖氏父子的破局之道就是直接连线消费者。2025年白酒线上渗透率刚到10%，他们却把电商渠道作为主战场。入驻主流平台的同时，在垂直酒类社群搞100元喝老酒的口碑传播，这招省去了35%的渠道费用和20%的广告成本，相当于每卖1瓶酒多赚14元。数据不会说谎。2025年第1季度，他们的线上销量同比增长200%，其中复购率高达41%。这意味着每获取一个新客户，后续能带来至少3次重复购买。把获客成本从行业平均的88元降到32元，对比某头部品牌571天的库存周转天数，赖家靠着精准的线上预售，把库存周转压缩到120天，资金利用率提高376%，同样卖10万瓶酒，
传统酒厂要给经销商留35%的利润空间，花200万做广告，赖氏父子通过直播间直接卖给消费者，省下的渠道费和广告费相当于每瓶多赚56元，10万瓶就是560万净利润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做到100元定价还赚钱的核心秘密。你觉得线上买酒最担心什么？ A. 买到假酒。 B. 口感不对。 C. 售后麻烦。看看谁和你想法一样。在如今这个酱香酒市场乱成一锅粥的时候，消费者最缺的是什么？是信任。2024年某调查显示，80%的消费者担心买到假酱酒，72%的人愿意为可验证的品质多付钱。赖氏父子抓住这个痛点，甩出了一记狠招，每瓶酒都投保100万质量险，支持第三方检测，假一赔10万。这个操作看似增加成本，实则是笔划算的买卖。中国人保的质量险每瓶只要1.2元，但带来的信任价值无可估量。数据显示，有质量保险的产品转化率比普通产品高37%，复购率高28%。更妙的是，这招把品质承诺变成了营销素材，酒友们自发在社交平台分享检测报告，相当于免费获得了1000万级广告曝光。他们还玩了把透明化营销，别的酒厂藏着掖着生产过程，赖家却每周直播酿酒工艺，让消费者看到红因子高粱如何变成美酒，在酒瓶上印上原料成本、工艺周期，明明白白告诉大家这瓶酒为什么值100元。这种真诚反而打动了越来越理性的消费者。2025年，他们的客户中38%是被透明成本吸引来的，62%表示喝着放心是复购的主要原因。这比某外资品牌的操作更有意思，人家靠抢来的商标搞售前加盟，每年躺赚2亿加盟费，却不管品质，结果2024年产品价格腰斩渠道库存，购卖3年。而赖氏父子靠品质押金模式，虽然前期投入保险费用，但赢得的口碑让他们在酱酒调整期实现逆势增长，这就是信任经济的复利效应。赖氏父子能够打翻身仗，成本控制不是偷工减料，而是精准投入。他们把77%的成本花在直接影响酒质的原料和工艺上，只留23%在包装和营销上，而行业平均水平是55%对45%，这种品质优先的成本结构让他们在价格战中既能守住底线，又不丢口碑。其次是渠道创新。当消费者越来越不信任中间商时，谁能建立直达用户的信任管道，谁就能拿走渠道利润。赖氏父子用直播加检测加保险的组合拳，把传统渠道的信任成本转化成了品牌资产，这才是最划算的投资。最后时间是最好的商业模式，代工10年积累的不仅是基酒，更是工艺优化、经验和客户口碑。那些当年嘲笑他们不会赚钱的酒厂，在2025年酱酒寒冬中纷纷停产，而赖家却靠着10年磨一剑的耐心，等到了属于自己的风口。现在揭晓开头的答案：100元定价里成本77.3元，物流包装8元，剩下的14.7元是利润，毛利率14.7%，看似不高，但因为没有经销商分利和巨额广告费，净利率反而比头部品牌的12%还高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价格刚好击中100至599元的自饮市场，这个价位在2025年增速高达13.47%，简直是精准卡位。今天的赖氏父子已经成了茅台镇酱酒的新名片，但他们始终没忘记那段坎坷历史。酒厂的墙上挂着赖家荣的画像，车间里贴着回沙工艺流程图，连新酿的酒都要先请老爷子们尝过才能出厂。有记者问他们会不会恨当年抢注商标的人，现任负责人笑着说恨过，但现在更想谢谢他们，没有那场官司，我们可能还守着老招牌睡大觉，忘了怎么创新。这话不假，现在的赖氏父子既有老祖宗的坚守，也有新思维的灵活。他们保留了核心工艺，但改良了储存技术，让新酒也能有老酒的醇厚。他们不蹭茅台的热度，甚至主动和某些打擦边球的茅园菌种、茅园酒区保持距离。他们开了家酱酒文化馆，教年轻人认粮食酒、懂工艺，每周还直播酿酒过程，让更多人了解酱酒文化。对比那些靠营销噱头走红的网红酒，老国货的逆袭从来不是靠情怀收割，而是靠实打实的品质。就像赖家第3代传人赖世豪说的，品牌是皮，工艺是骨，皮破了可以再长，骨断了就站不起来了。现在的酱酒市场依然充满挑战，从1902年的第一滴赖茅到今天的赖氏父子，这个家族用100年证明了一个道理：
酱香会挥发，但匠心能传承；招牌会易主，但品质能说话。这杯酒里有3代人的血泪，有老国货的倔强，更有值得我们每个人细品的商业智慧。干杯！